朋友，你好，我是所长。今晚我想和你聊一个可能听起来有点悬，但实际上比任何成功学都管用的词——平静。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没什么大事，但心里就是慌得不行，像有10000只蚂蚁在爬。别人随便说了一句什么话，你表面笑嘻嘻，心里却已经演完了一场宫斗剧。看到同龄人升职加薪、买房买车，你嘴上说着恭喜，晚上躺在床上却焦虑得睡不着觉，恨不得第2天就辞职去创业。如果这些描述戳中了你，那么今晚这杯茶你一定要喝完，因为我想告诉你一个真相：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变强的唯一路径就是无限靠近平静。就像博尔赫斯说的那句我很喜欢的话，追求平静，在我看来是一种比追求幸福更合理的野心。01为什么我们总是静不下来？咱们先来聊聊，为什么现在的我们想要平静下来这么难？其实不是你修养不够，而是这个世界太吵了。打开手机，全是年入100万的神话；走进办公室，满眼都是内卷的硝烟。人性博弈，说白了就是一场关于夺权的游戏。而钱和名最开始的吸引力，也不过是我们想要获得想象中的自由罢了。但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你所谓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觉得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有花不完的钱，是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但在这个世上，只要你想，自由的权利本身就在你手里。而肉身的自由，对于人这个物质实体来说，从来都不会以绝对性的方式存在。你想追求绝对的自由？好啊，那你要承受资源无法积攒、人脉无法长续、系统性训练缺失的代价。这对于本身就极度依赖社会合作的人类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很多人想不通这一点，所以内耗、纠结。上班的羡慕创业的，觉得他们时间自由；创业的羡慕做自媒体的，觉得他们成本低、爆发快；做自媒体的羡慕明星，觉得他们光环大、挣得多。没有人对自己绝对满意，人和人之间总要一较高下。我们就像是被困在笼子里的仓鼠，拼命地跑，以为只要跑得够快就能逃离这个笼子。但其实笼子就在那里，你的焦虑和不安只是因为你看不清笼子的边界。年轻的时候，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很羡慕公司的女高管，看着她们穿着精致的职业装，踩着高跟鞋在 CBD 的写字楼里雷厉风行。我觉得自己可能一辈子都到不了那样的高度。那时候的我只看到了他们名利带来的光环，但没看到他们为了维持这个光环背后付出的代价。那是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是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是在高压下不得不戴上的面具。后来因为自己也做到过、靠近过、看透过，我才明白那句欲成王冠，必受其重的分量。当你真正看清了这一切，你就不会再被任何更高能量的人收编，不再对高位者摇尾乞怜，更不会为了所谓的合群而放弃自己系统性训练所留下的专业技能和思考痕迹。你会明白，真正的强不是你站在多高的位置，也不是你拥有多少财富，而是一种随时变化但时刻平静的状态。就像水一样，能成滔天之势，淹没一切，亦能幽静缓慢，滋润万物。这才是平静的力量。02不争第一才是最大的智慧。既然平静这么重要，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具体该怎么修炼这种心法呢？首先，我想给你的第一个建议是，不要太在意自己是否属于第一位。人一上年纪或者认知稍微高一点，就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太在意自己的社会评价和对外地位。在公司里，要争当那个最核心的负责人；在饭局上，要做那个最主宾的位置；在朋友圈里，要发那个最让人羡慕的照片。这种人在很多时候都没明白，
权力所带来的反噬能力。成为第一位，不仅仅意味着你要在争夺的过程中消耗巨大的心力，更意味着你在成为之后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持那份体面，甚至不得不进行一些虚伪的做作。我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天道》，里面有个情节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丁元英劝他的好兄弟韩楚风，在争夺总裁位置的关键时刻不要去争。他说，不争而争实为大争。当时韩楚风听了，选择了退让和臣服。结果呢，正是这种不争的态度让他避开了锋芒，最终反而坐稳了那个位置。这就是一种极高的做事智慧。朋友，你不如试着臣服一下。什么叫臣服？臣服不是认输，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如果环境使然，你不得不成为第一位，那就顶上，当仁不让。但如果有比你本身能力更强，更能大公无私，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做成大事之人，那你不如就跟随，做一个快乐的老二。很多年轻人找到我，满眼放光地说，所长，我想像你一样，做个艺人公司，自由自在，不用看老板脸色。我通常会给他们泼一盆冷水。我说，朋友，你只看到了我喝茶聊天的悠闲，没看到我深夜复盘的焦虑。你只看到了不用打卡上班的自由，没看到我必须时刻保持自律的残酷。很多人羡慕我现在做艺人公司，觉得自由度高，不用受人约束。但说实话，大多数人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做艺人公司需要极强的自我管理能力，更需要你在所有客户面前臣服。你需要时刻处于一种博弈的变化状态中，没有大树可以乘凉，风雨来了，你得自己扛。你就是客服，你就是销售，你就是产品经理，你还是那个最后兜底的老板。所以在你能力还不足的时候，还不如依附于一个大的集团。虽然牺牲了一部分的自由度，但不至于让生活全面失控。在大平台，你有容错率，做错了事，有团队帮你扛，有制度帮你纠偏。但在艺人公司，一个决策失误，可能就是全盘皆输。这不叫认怂，这叫清醒。做人做事总要有个平衡关系。你太冷漠克制了，别人说你不近人情；你太自由散漫了，别人说你没有正视。一般人把握不好这个度，能把握好这个度的人，就是极致平静的人。这样的人永远会为自己所做的选择先准备好献祭品，而不是想好退路再战战兢兢。他们知道每一个选择都有代价，既然选了，就平静地接受，然后把手头的事做到极致。03拒绝灾难化，学会像手术刀一样思考。修炼平静的第二个心法是拒绝灾难化思考，学会深度思考。什么是灾难化思考？举个例子，老板今天在会上批评了你一句，你的脑子里马上开始上演连续剧。老板是不是看我不顺眼？我是不是要被裁员了？失业了怎么办？房贷怎么还？孩子学费怎么办？完了，我的人生毁了。这就是典型的灾难化思考，它是大多数人在坏事发生时本能启用的思考机制。因为人天生会偷懒，坏事发生激发了人原始的求生本能，让我们陷入了对于权力可能丧失、社会评价可能降低的恐惧想象中。于是在接下来做出的一系列抉择中，你就会缺失保护自己、看清局势的能力。简单点说，就是对未来不抱希望，陷入绝望；复杂点说，就是求生不能，直接求死。一个人表现绝望、行动力丧失，其实很多时候是陷入了认知缺陷的困境。没有好的思考训练，长时间受制于不好的原生家庭关系中，不会自救。遇到好的亲密关系是一种救赎，遇到不好的就差不多完了。那么怎么破局？答案是深度思考。深度思考是很累的，真的
它比搬砖还累，它需要你精力的绝对集中，大脑不断的假设、推翻，再假设、再推翻，就像一台精密的计算器一样，只为一个逻辑的严谨和成立。在这个过程中，你还由不得思想开一点小差。我举个真实的例子，前几年有个朋友投资失败，亏了几百万，他当时的状态就是典型的灾难化，觉得这辈子完了，甚至想到了轻生。我拉着他在一个茶馆里坐了一下午，我问他，咱们来深度复盘一下，这几百万是怎么亏的？一开始他全是情绪，都怪那个合伙人坑我，都怪大环境不好。我说停，把情绪收起来，我们只看事实。第一，合伙人坑你，是你识人不明还是合同漏洞？第二，大环境不好，为什么同行还有赚钱的？是你选品不对还是运营不行？我们一点一点拆解，从选品、渠道、营销、财务，每一个环节都掰开揉碎了看。最后他满头大汗，但眼神亮了。他说，所长，我明白了，其实不是别人坑我，是我自己贪婪，想赚快钱，忽略了风控。如果我当时能，那一刻他从受害者变成了观察者，他不再沉浸在我好惨的情绪里，而是开始思考下次怎么赢。这就是深度思考的力量，它能把你从泥潭里拔出来，让你看清脚下的路。不管你信不信，有一个残酷的真相，绝大多数的人只能吃体力劳动的苦，而吃不了脑力劳动的苦。你没有思考能力，就很难触摸到事物的核心，很难破圈成长，你只能与机会一次次擦肩而过。当坏事发生时，试着深呼吸，把那个受惊的小孩按回去，把那个理性的成年人请出来，问自己几个问题：这件事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我能接受吗？如果不接受，我现在能做什么来改变它？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是我的情绪问题，还是事实问题？当你开始这样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原本让你惊慌失措的大山，其实只是一粒粒小石子。04像第三只眼一样看着自己。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培养自己强大的觉知能力。什么叫觉知能力？很多人对自己身体不舒服和精神不对这两件事是缺少感知能力的。明明已经累得腰酸背痛了，还在硬撑；明明已经情绪崩溃边缘了，还在假装坚强，直到最后身体垮了，精神崩了，才后悔莫及。所谓觉知力，就是我们常说的觉察力，它是一种你能时刻在自己行动和思考的时候，有一个理性的星号第三人视角星号。想象一下，你的头顶上方悬浮着一架无人机，或者有一只眼睛，它时刻在看着你，它能看到你正在生气，看到你正在嫉妒，看到你正在为了面子而撒谎，看到你一切的模仿、伪装、表演和真诚。这种能力真的太重要了，只有强大的觉知力能让你处变不惊，能让你保持冷静克制。再给你们讲个故事，电视剧《康熙王朝》里吴三桂反清，消息传到京城，一直桀骜不驯、意气风发的康熙皇帝顿时慌了神，他六神无主，马上召集重臣，竟然想要迁都。这个时候的康熙完全被恐惧吞噬了，他根本没有了觉察力。幸好他背后有一个孝庄皇太后。孝庄怎么做的？他没有安慰，没有讲大道理，而是直接让人端来一盆冷水，劈头盖脸地泼在了康熙的脸上。这一盆水把康熙浇醒了，他打了个激灵，终于从那种灾难化的情绪中抽离出来，看到了那个惊慌失措的自己，看到了自己的状态不对。然后他慢慢冷静下来，开始分析局势，最终启用汉臣力挽狂澜，稳定了清廷的王权实力。康熙有孝庄，但朋友，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靠别人。这个觉知力
越是想成大事的人，越要去培养，去锻炼。怎么培养？我有个笨办法，但也最有效，每日写作。不需要写什么长篇大论，就是每天睡前花10分钟复盘一下今天的情绪。今天我为什么发火？当时那个情况下，我为什么会那么说？如果重来一次，我会怎么做？或者你也可以找靠谱的心理咨询师去挖掘。总之，你要有能看见自己的能力。当你能看见自己的情绪时，你就不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当你能看见自己的欲望时，你就不会被欲望吞噬。当你能看见自己的恐惧时，恐惧就失去了控制你的力量。朋友，夜深了，说了这么多，其实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们终其一生所追求的，无非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不要朝令夕改，不要动荡不安。只有内心富足稳定，你的行动才会更加笃定坚实。只有平静，才能让你清晰。平静下来后，你不再有伤害他人的攻击力，也没有不断内耗的怨怼心。你会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丝滑感，一切事情来处理，慢慢去，不至于物，不困于心。愿你在这纷扰的世间修得一颗平静心。我是所长，咱们下个深夜见。